人家都是天上掉馅饼，我这是天上掉下来一坨狗屎砸脑袋上了。看这一块啊。作为一个父亲啊，你这么疼痛，你无能为力。纪录片生生拍摄的都是一些癌症患者，甚至是临终的患者。坚持结婚。展现的是他们生命在孤绝之境中患者的一种呐喊。做得好，做不好了，都全让给医学做一次贡献。妈妈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睡觉了，我们游了好远好远了。我做梦的时候，我都希望我活在梦里，因为梦里的世界总比现实好。16岁的骨肉瘤患者邱元，山里边出来的孩子，父母变卖了所有的财产，坚持要到北京来。遇到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语言不通，所以很多时候是他直接去跟大夫和护士去交流他的病情、医疗的决策。一个16岁的孩子就赤裸裸的就得到了所有的信息，是没有一点点这种缓冲和过滤。如果实在保不了客人，那只能截肢了。没有这个随行准备。我这样子怕人，这外面多了，让我看让人做截肢手术了吧？他经常会暴跳如雷，有时候会咒骂，甚至会跟自己的父母有肢体的冲撞。他在19年上半年的时候离世的。袁春、凯瑜和杨静年纪相仿，境遇相似，住院没多久，3个人就打成一片。现在讲这么红心头红尾怎么着，来一下开出来不咋地哦，完了。王凯瑜是天生的一个乐观派，不停的在里面插不打诨，但是他在手术室外静静等候的时候，你从他的表情上你会知道他起码想了30年的事情，就是把他上学之后还有结婚生子，还包括孩子未来他可能都想到了。后来他的结果还真是不错，病变切除了，已经没事了，没有扩散。他本身也是一个检验科的一个大夫，她的老公啊也是一名外科大夫，在那个新冠疫情防控就这头半年，他们2人都在一线。袁春呢，她2个孩子的母亲，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得很好，从那个一个小城市考到了北京，经过各轮的拼杀，留在了一个国企。然后呢，嫁人生孩子，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人生最累的那段时间就过去了，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的去享受生活的时候了。就在凯瑜离开病房不久，袁春被告知他双侧锁骨淋巴上也发现了癌细胞，确认癌转移，不具备手术条件。这意味着关于治疗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他是选择将自己绝对的放在阳光下，阅读大量的文献知识，然后呢，了解自己的治疗的方法、病情。第2份精力分配就是照顾家里、照顾孩子。第3份精力是他拿来去照顾自己的病友。没有教科书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你，一个转移了的病人，他能活多久？大夫就直接告诉我们，其实你能活多久与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。从患者在孤绝的这种绝境里面，身上所激发出来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，所以奇迹屡屡发生。因为原来的癌症高发于70岁以上的老人，再往后看居然还有26岁、22岁的人。在16年的时候，我有2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先后罹患癌症，一个跟我班大，肺癌、乳腺癌已经离世了，另外一个很年轻，是甲状腺癌，一个带癌生存的状态。他之前呢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体，经常熬夜嘛，经常作息不规律，体重200多斤的一个人。其实这就是医生口里说的容易患癌人群。癌症病人内心极为脆弱，也极为敏感，他们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。我本人的父亲也是一名癌症患者，
患病之初的时候，外貌上没有什么变化，他不会去参加任何人的婚礼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得的是绝症，他在一个喜庆的氛围里头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预兆。实际上我们对癌症病人是有很多误解的，秃头并不是癌症病人的标识啊，眉毛掉了，头发掉了，慢慢还会长出来的。癌症现在已经被列入了慢性病的这个队列里面，高血压、心脏病还有糖尿病，这其实在对人体生命的危害上可能排得比癌症更靠前。有很多康复了的癌症病人其实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他们注意了饮食，注意了休息，他们的皮肤会比原来更好。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或者生活的意义又在哪儿？那天正好是中午嘛，然后那个太阳它其实每天都是那个样子的，就照在各个角落的。但你当时一抬头的时候，就觉得，树叶也是光，然后那个身上也是，草上也是，太阳是不会辜负每个人的。任何人看这部纪录片，他都要直面生死。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呢，反而让我更加有力量去直面失去，直面死亡。